嗨，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？欢迎大家回到信仰真相探寻节目，我是伊森。上一期节目呢，我们提到了穆罕默德作为一个文盲，他却把导人于正道的一部灿烂的经典《古兰经》传达给世人。可是如何证明《古兰经》不是人类的作品呢？在《古兰经》的原文中，我们可以找到《古兰经》对于不相信它是造物主的原作的人提出了永恒的挑战。如《古兰经》的第2章第23到24节中提到，如果你们怀疑我所降世给我的仆人的经典，你们就拟作一章，并舍真主祈祷你们的见证。如果你们是诚实的，如果你们不能做，你们绝不能做，你们当防备火狱，那是用人和石做燃料的，已为不信道的人预备好了。看到这2节《古兰经》，我们不禁要想到，是啊，他们为什么不仿造一章呢？哪怕是最短的一章，《古兰经》的宣称不也就不攻自破了吗？如果当时的多神教徒花费那么一点点的心思模仿上一章，从而证明了《古兰经》是人写的，伊斯兰教不就也就破产了吗？然而他们并没有采用这个极为简易的方法，而花上了23年的时间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，来同使者周旋战争，然后却以失败而告终。是的，他们却没有能力。从古至今，有多少的学者、诗人、文学家、法学家、科学家，没有一个可以模仿《古兰经》最短的一章。那些不遗余力要消灭伊斯兰的人，动用了武力，挑起了战争，甚至屠杀百姓，但伊斯兰仍然日理中天，光照大地。他们为何不仿造一段《古兰经》来解决问题呢？其实面对《古兰经》这一永恒的挑战，任何人都是没有能力的。与之相反，直到今日，人们还不断地从《古兰经》中汲取源泉，来作为他们的指导。这强有力地说明了《古兰经》根本不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作品，更不是人类的作品，而宇宙之神造物主的语言，是他所颁降的神圣的法律。你说，如果人类和精灵联合起来创造一部像这样的《古兰经》，那么他们即使相互帮助，也必不能创造像这样的妙文。我们面对这样一部神圣的经典，又有什么理由去否认它呢？《古兰经》同样提到，假若用大地上所有的树木来制成笔，用海水做墨汁，再加上7海的墨汁，终不能写尽真主的语言。真主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睿的。是的，《古兰经》是来自造物主的语言，是人类无法拟作与改动的。那么《古兰经》的内容是如何把真理阐述出来，以教导世人的呢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在今后的节目中，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个系列的视频，来把《古兰经》中最直白、最浅显的奇迹分享给大家。好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